上个视频我们去看了一下张作霖的家庙，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作霖是如何起家、如何发迹的。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可以称之是一代枭雄。不过呢，最终在1928年6月4日发生了一个黄姑屯事件，标志着一代枭雄的落幕。在他去世之后，张学良呢为他建设了豪华的陵墓，在辽宁抚顺有一座元帅陵。这座陵墓呢，可以说有非常多的奇怪之处、独特之处。第一就是堪比帝陵，第二呢，这座陵墓里面有很多明清石刻，第三呢，就是花费巨大的陵墓，张作霖呢最后却没有安葬在这个地方。第四呢，就是这座陵墓刚修好的时候，却发生了9·18事变，从而说这座张作霖的墓有非常多的谜底。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这些。已经进来了，这里的门票是30块钱，停车是不收费的。张作霖的这座墓叫做元帅陵，这跟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古墓名字不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某某某的陵墓，其实在以前墓的叫法是有明文规定的，只有皇帝的墓才能够称之为陵，普通人包括王公大臣都不行。在古代的社会，陵墓也好，房屋的建筑、出行方式、称呼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个不光是在封建社会，在早期的奴隶制社会已经开始了，就相当于是在周朝那个时候开始了。我们经常说的天子驾六，就是当时周朝天子出行的话，他马匹是可以6匹，诸侯是5匹，然后下面一点呢4、3、2，最少的是有1匹。那普通的老百姓可能都没有马了。那么这是一种，还有呢，陵墓也是有叫法的，皇帝天子叫陵，那么诸侯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呢，他们是叫做冢，富贵人家叫做墓，而普通的人呢才叫坟，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那么这个元帅陵它是怎么回事呢？帝王为陵，王侯将相为冢。我们发现其实能够称之为陵的墓葬啊，在中国不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孔子的孔陵、关羽的关陵，还有近代的园林，以及我们说的那个元帅陵。最后这2个呢是由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正常来讲的话，关羽和孔子呢都是属于王侯将相一类，本应该是为冢，但是历代帝王啊，为了表示自己遵从文武艺之道，因为孔子是文圣，代表教育，关羽是为武圣，代表勇猛和忠义，人为的把2个人提高，觉得他们2个人与一般的王侯将相并立，有损圣人之名。但是呢，陵墓却是皇帝专属，2个人呢，他的墓葬难以称之为陵，故而呢，取一字谐音为陵。由此呢，只有埋葬圣人的坟墓才称之为陵。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2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他后面子孙4代承袭公爵，他的爵位啊一直传承到上个世纪，所以呢，他的墓地呢就被称之为孔陵。另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武圣人关羽。关羽的地位啊是一再提高，为什么会把他称之为武圣人？他的忠心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追崇，他在中国民间的地位与孔子不相上下，所以呢，他的墓葬啊称之为陵。那么还有一种墓也称之为陵，就是介于皇帝、王公和诸侯之间的一类人，比方说那些僧人的墓地被称之为塔陵。还有就是袁世凯的园陵，因为当时他是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张作霖的元帅陵呢，是由于张作霖当时算是北洋政府最后一名统治者。还有一点，比方说皇帝去世，给他的庙号、谥号以及陵墓的名字都是有规定的，也就是这一套制度呢传承了几千年。大家发现没有，一般开国皇帝都是叫做太祖，第2位皇帝呢叫做太宗，然后这样一直下去。然后呢，后面的皇帝也有可能叫主，那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就按照唐朝为例，唐朝的开国皇帝呢是李渊，我们一般说是唐高祖。李世民呢是第2位皇帝，叫做太宗。但是在唐朝的话，后面的皇帝就没有叫主的，这是因为李世民的功绩太大，
他在中国皇帝榜上应该说可以排名前5。这样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后面的子孙呢，庙号也好，谥号也好，肯定呢是不敢超过他的。所以在唐朝后面的皇帝基本就没有祖，都是叫什么什么宗。但是在清朝就例外了，大家都知道，清朝开国皇帝呢，我们可以说是皇太极，也可以说是那个努尔哈赤，因为努尔哈赤是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时呢就把努尔哈赤追封为清太祖。那么第2位皇帝呢，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我们一般都说是太宗。但是大家发现没有，顺治和康熙都是祖。顺治的那个祖呢，就很多人说他配不上，康熙呢叫圣祖，应该称得上。就是说康熙的功绩也很大，他平三藩、击败噶尔丹、收复台湾，功劳很大，所以称之为祖。还有一点呢，我们说中国古代那些王爷啊，大家发现没有，王爷封王他的称呼其实也是有流程，自古以来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照春秋战国那些国家的名字来封王的。因为当时春秋战国这些国家的名字基本上是周朝当时分封天下而定的。你像比较典型的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等等，还有当时曹操叫魏王，那李世民的儿子也有叫魏王的。明朝朱元璋大封儿子，分封诸王，那燕王、齐王、晋王、楚王、鲁王，大家发现没有，都是跟以前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对应的。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整个我们说的陵墓的叫法、王爷的叫法，以及呢那个给皇帝的庙号、谥号，这些都是有一套流程、一套规定的。现在我们继续回过头来讲这个元帅陵，现在就去看看它的独特之处，以及来看看元帅陵这些隐藏的秘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到这个陵园是可以看到很多石雕的，都是属于明清时刻，那就明显的不是张学良给他父亲修建陵墓时期那个时候雕刻的。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明清时期的雕刻呢？原来呀，因为当时在民国时期有这样的风俗，就是从前朝旧墓那里购买石材雕塑，这样既能够在他们修建墓的时候进行装饰，又能解决清朝灭亡之后清朝遗老遗少的花销问题，并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石雕啊，不用那个再花费我们说的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雕刻，直接可以拿过来使用。而当时的张学良呢，也对这样的做法比较热衷。为了给元帅陵营造恢宏的气势，他当时呢还亲自前往了北京京郊很多地方，购买了大量的明清墓葬石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能够看到这些石刻的存在。当时张学良还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线路，从那个北京到这一块，专门运送这个石雕。其实是购买了很多啊，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其中一部分。据说呢，当时还有一些正在起运的，但是由于发生了9·18事变，那些石雕呢，最后就消失了。这一块是清代的，应该是一个底座，上面正常是有一块碑，这狮子就比较常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石雕啊，是集中摆放在这里。那当时建造元帅陵的时候不是这样摆放的，它可能是沿着陵园固定的位置摆放。那么后面由于这个地方环境各方面等等，所以呢就把这些石雕算是集中摆放在这里。前方这几个石雕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十五供在明清的帝王陵以及王公大臣很常见，中间是香炉，两边呢是花瓶和烛台。最两侧的烛台是明代的，中间呢是清代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个香炉很大，双耳三烛，上面呢还有一些那个龙的雕饰。那么这个起码是亲王级别的。这些石雕不光是从那些王公大臣那里弄过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北京太监墓弄过来的。因为在北京啊，在以前有一块专门太监养老的地方，这个非常庞大。
一般是那些石牌坊上面的屋顶。我们经常说牌坊呢是4柱3门几楼，就是这个。看完了石雕，我们就去张作霖的墓冢看一下。前方这里应该就神道，两边是石像生，有华表，有老虎，有骆驼等等。在神道的尽头就是我们俗称的宝城宝顶，在这里呢叫做圆城，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圆形的嘛。这个也是仿照那个清福陵的，因为清福陵有方城有圆城，我们已经去看过了。它清福陵是区别于清朝其他帝陵的。那其实啊，这个古墓呢，我们现在参观方向呢是反的。刚才神道，包括那些石像生啊，以前是不在这个位置的，因为这个位置其实算是整个陵区的尽头，我们在前面才是那个陵墓的一些开头建筑，只是说由于环境的变化，就把那个石像生迁移到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位置来了。然后走到前面，我们再说一下是为什么。现在就沿着这个圆城走一走，然后我们到了前面，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元帅陵的一些历史。刚才主要是看了一些建筑，前方这里就是圆城，我们俗称的宝城的入口，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往前这边看一下，那以前陵区呢，其实是我这个方向朝向的。只不过由于上个世纪修水库，这下面都被淹了。我们看清福陵呢，可以看到它那个宝城啊是在一座山上，有台阶上来，而这里也是一样的。以前那个神道、石像生，包括那个方城啊，都是在下面，只不过现在是被淹了。最关键一点呢，大家猜一猜对面是哪里？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后，他跟明朝有一个大的战役，叫做萨尔浒之战，把明朝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明朝就收缩防御，而后金呢属于进攻。那这个地方就是转折点，也可以说是那个努尔哈赤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在这里努尔哈赤被明朝击败了，后金包括后面的清帝国就不存在了。但是恰恰呢，他赢掉了，所以当时张学良把这个陵墓选在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呢？就希望他们家族能够长盛不衰，能够一直统治东北呢？可能有这种想法呀，但是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元帅陵最核心的地方，宝城宝顶地宫所在地。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黄姑屯被炸身亡之后，张学良继承了他的位置，随即呢就要求为他寻找墓地。当时查遍了辽宁、沈阳大部分地区的山川大河，从而呢选中此地，称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于是呢，在这个地方决定建造张作霖的陵寝。1929年5月份开始建造元帅陵。1931年秋天，正当元帅陵工程呢初具规模，爆发了9·18事变，随即呢停止了营建工程。在停工之前，这个陵园呢其实已经花费了差不多1400万两银元修建，算是投入非常大了。只不过是由于它的很多建筑是在这个水库之下，我们看不到了。当年没有建水库的时候，这里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么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的银元呢？其实主要是元帅陵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它主要由方城、圆城、宝顶3部分组成，外面呢还有陵墙，4个角呢还有哨楼。因为它的规制基本上是依照沈阳东陵，就是我们前几天看的清福陵，它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施工的。总体设计是按照中国古代帝陵前朝后寝规制布局的，基本上是根据地形特点、山势走向来建造建筑。它的分界线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台阶，总共是120级。这个台阶呢是北高南低的格局，寓意就是说天高地低。整体元帅陵占地面积达到12.54万平方米，这个算起来是非常大了。当时呢是分为祭祀区、墓葬区，所以综合算起来才会花费了这么多的银元。介绍完了这个园林的形成，
现在我们去里面看一看。这2只狮子呢，也是从下面水库那边移上来的。一走进来，也看到石五供和石牌坊了，这个算是帝陵的标配。当然，这个石五供我们也说了，它是从其他地方买过来的。这个石牌坊，我猜想呢，它也是从其他地方买过来，然后在这里组装的。4柱3门3楼，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石牌坊上面呢就没有很多雕刻，没有我们在帝陵那里看到什么龙啊等等。前面这里就是宝顶了，地宫是可以进去参观的。现在就去这个地宫里面看一看。它这里呢是第1道大门，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甬道。我猜想，如果张作霖当时如果安葬在这里的话，这边还会放一些东西。不过呢，张作霖最后呢没有安葬在这个豪华的陵园里面，安葬在其他地方。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先看看里面的。这里呢是第2道门，这个门应该是后面修的。这个相当于是那个经常看帝王陵的中式了，会摆放一些东西。如果是明清的帝王陵，中间应该会放一些石五供。在明清的帝王陵啊，特别是明朝的，它在外面会放石五供，在里面也会，只是一个大小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地宫的第2道石门，应该说也是真正的门呐。看这些也是从其他地方采购过来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棺床，如果张作霖安葬在这里，棺椁就会放在这里。以前应该是有个金井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张作霖他是没有安葬在这里啊，这座陵墓建好之后，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建成，就是有一些那个石雕啊，从北京运过来，还没有运完全，就发生了9·18事变了。星辰日月，这个顶部呢就是日月星辰。我们现在就来解释一下张作霖为什么没有安葬在这个地方。在1931年秋天的时候，这个元帅陵初成规模，其实没有多久呢就能修建完工，就可以安葬张作霖。但是那个时候发生了9·18事变之后呢，日本呢快速的占领沈阳，占领了东北，元帅陵呢就被迫停工。张作霖安葬元帅陵，一是就搁浅了嘛，因为当时张家的负责人张学良以及其他人都全部退居关内了。那个时候张作霖的灵柩啊，一开始是在张大帅府，后面日本人占领了他的帅府之后，就把他的那个灵柩啊迁移到其他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一直有人呢在为张作霖的那个安葬事宜啊做活动。一开始呢是想把张作霖安葬在这个元帅陵的，但是当时日本人是坚决反对，因为张作霖、张学良一家他在东北的那个影响力很大嘛。如果继续让张作霖安葬在元帅陵，可能日本人觉得不好。于是呢，为了阻止张作霖安葬在这个地方，就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墓冢啊炸开了。那当时呢就没法安葬。后面那个继续奔波，说把张作霖葬到他家的祖坟那里去，日本人也不同意。到了1935年，有一个叫吴廷奎的，他跟张学良在西安，张学良告诉他尽快回沈阳，把那个大帅的灵柩啊安葬，地点就是在锦州临海市，算是和张学良的母亲合葬，并嘱托他呢照顾好张家的坟墓。这个吴廷奎回来之后呢，和张家的很多旧部啊与日伪当局交涉，最终呢日本人也同意，于是呢张作霖就和他的原配夫人合葬。这个是1937年。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呀，张作霖是1928年去世的，最终他的灵柩在1937年才安葬，也就是说张作霖去世了9年才正式的安葬了，也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呀。张作霖安葬成功之后，张学良呢却一次也没有回来过，因为9·18事件发生之后，张学良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了。
后面的故事我们大家都了解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元帅陵呢就一直闲置下来了。